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万豪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万豪啊，这英雄整体的话没有太多变化，就上次录制到现在为止的话，这英雄还是以这套出装。这个也是万豪绝活哥借喷啊，你们喜欢看的，但可惜放不了原声啊，因为他那些就怎么说呢？他的背景音乐呀，或者说因为录制好像其实也有同行嘛，录制他的会有冲突，会被检测啊，有时候确实会影响到一些，但没关系啊，我们来接着看他。万豪这英雄，你说很强嘛？其实他数值跟一些比起来没有那么强，起码这个版本的铁男啊是能跟万豪掰掰手腕，但这里边这个万豪不，这个铁男感觉不是很行啊，还是差了一些，但没关系，拿到了他人头，兵线上面的话是赚了一点，但感觉要亏一些点，其实也没有赚太多，但气势打出来了，对方肯定是会怕你这个那个万豪的。这闪现交的话，交了个死亡闪，不然的话后面有闪现还更好打这个对线。技能拉到以后，哐两拳先打出来。W 的话没必要那么着急放，这里的话想打一波消耗啊，可惜没打到。因为 W 你要命中铁男确实没那么容易命中的。这里大招爆回来，直接平 A 加 Q 收割掉。铁男的话没有5级啊，其实挺想把那波兵线吃完以后升到5级，这样的话他是打得过这个万豪的。这里面的话，它是够前出这个黑切啊，所以选择直接先做黑切，反正有优势。就你为什么他第一件先做黑切？反正就是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一种，就是说你能第一件够出什么，你就直接先做什么，没必要说我一定是要先做这个挺进破坏者，没有这样回事儿。第一件能优先做出来，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对线打对面。像打铁男这种短手啊，所以鞋子其实不太需要，你又不需要抗压，线上又完全可以捏着对面打。这铁男他这个 W 他怎么这么快就释放了？很明显这个铁男熟练度不是很高啊。你可以看到，他 W 一般是，如果你玩铁男，你都懂啊，他肯定是要等到 W 快结束的时候，再去释放，把它转换成血量嘛。然后盾的话是能尽量扛一些伤害，这样会更赚一些。这个拿回来以后直接爆一个 W 闪，铁男应该烫死了这种就是万豪常规的一个操作，他 E 技能没交，然后你又是劣势，你就肯定不能跟着万豪这样子去打的。
应该是要跟他避战，文兵线就可以了。哎，虽然说现在这个版本啊人机很多，但并不是说把都是人机啊或者什么的，也是有些人的啊。你不要搞得你对线永远都说啊我队友是人机啊，对面是人机，这种肯定不可能的。但确实这个版本有弊端，但不可能，你们大家也不要去以点盖面，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就够了，知道吧？这铁男做什么？我做那个黄昏与黎明吧。铁男很明显啊，不是真不会玩。铁男做不了黄昏与黎明吧？我记得没什么效果。狗熊的话是可以做啊，但这个的话是真做不了。感觉做出来就是闹的吧。我感觉喜欢这个装备的人呢，其实不少，甚至我有知道的粉丝还是蛮期待的这件新装备黄昏与黎明，但就是效果不是说所有英雄都适合，而且数值估计还是得再调整以后。我发现它是这样子，新英雄很多都是那种数值很高出来以后，然后开始削，装备又不一样了，装备都是出来以后没什么卵用，然后大家再随着版本慢慢的加强，慢慢的调整，后来才有用的这种新装备，还真是这样子。哎呀，这种东西就见仁见智了。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就觉得啊，你既然主推这个版本新装备，你为什么不那个去把这个装备给做好？哇，后面包过来了，卡特也过来了，这边一拳轰，哎，差点轰死。但这个凯隐还有个点就是凯隐也确实强啊，这版本好像最近削弱了，这段时间削弱了。然后豹女的话也是削了，就在今天还是昨天来的一个小版本的一个削弱，这确实太变态了呀！就是新版本开始到现在，这几个英雄，然后被人开发出来以后，发现就是胜率高，而且发育起来你根本处理不了。其实像这些主播啊，他们也说了，就是挺无语的，就是对面打不过主播啊，主播就是那个对面就是人机，主播打不过对面，那个主播就是人机，就是那种人机派，你知道吧？要创办一个撸啊撸英雄联盟人机教，我天，笑死！就其实玩游戏是这样子的。你真的喜欢这版游戏，喜欢里面博弈，就算对面人机玩一玩也其实无所谓，只要开心就行了。但如果说你不喜欢玩，那你要强迫的自己玩，我觉得没必要受那个罪啊。这个游戏它只是一款游戏，它上升不了什么，知道吧？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款游戏的频道呢？其实我以前最开始开频道的时候啊，我也有想过要不要去学着做那种所谓的金融啊什么的，因为我自己有对那个加密货币有了解嘛，也有在玩。但是这玩意儿呢，后来发现，其实，哎，还是选择做这一块好了，因为这一块呢不会受很多什么影响。
因为它毕竟是款游戏，它不会跟政治啊、跟那些时政啊有任何的关联，也对自身的危害也没有太大。就比如说，一旦出现问题，反噬一些没有太大的，毕竟它就是一款游戏，我们也只做游戏的内容，对吧？然后就是，虽然说就玩家嘛，就是那样子或者什么样子的话啊，其实不要太上心，它毕竟就是一款游戏，它做的再烂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，知道吧？你玩的很难受，其实你可以选择不要去玩它，然后过段时间你会发现这款游戏其实也还行。我就是这样子的，其实这游戏我就是时不时玩一玩，时不时不想玩就不玩，然后我就去玩电脑游戏去了。哦，这里的话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小炮，打人打不死，然后这边还闪现过来1个亿拉死了。没错，这就是小炮，你们千万不要去玩小炮啊！但我估计后面会有一期做一下小炮的，因为小炮的话，高手手里面玩看起来也还不错啊，但我不太建议你们去玩就是了，还是不建议你们玩。小炮只要不是那种大改，我都不太建议你们去玩小炮。让吕布去看看，哎，你们知道吕布吧？就三国里面那个吕布啊，就是上单，队友都已经说这把这个上单称为吕布了啊，人中啊马中赤兔，人中吕布啊，其实是很高的评价，这个在历史当中。你就不看，首先你不要从他什么德性什么去看，你就首先从他的战力啊什么的去看，从历史评价上去看啊，他这个人就是强就在打上单能被称为吕布啊，那说明这个上单确实强。而且不过确实啊，对面这一局整体来说打的并不是很理想啊。如果万豪的话能打成这样子，就对面很明显就是对面打得不好。万豪其实这版本呢，虽然说可以拿来玩，但没有说强到这么离谱。不能像之前那种啊，我是一个上单打通关了，我就可以完全虐着对面打，并不是。这一局整体来说队友还是不错的，所以这局估计到后面他虽然说评分看起来就是数据看起来挺不错的，但评分应该不会太，就是说没有说 MVP 拿 MVP 的地步，顶多拿个评分吧。因为队友那边一直有参团率，他这边是很低的参团率。这版本参团率，然后连续击杀这几个是评分拿的最高的，我觉得是很关键的。像你比如说你零死，但是你一直没有连续击杀，或者说没有那种叫什么没有参团率的话，你想要拿评分或者拿 MVP 的话有点难。然后其实你再从评分上面去得出结果的话，这版本就是打团版本，就前期对线已经很明显了，很快就度过了。然后这版本就是你甚至可以玩一些英雄，然后避战就行了，后面就去打团，然后你的评分很容易的就有。要在评分里面展示不弱的那种收割能力啊，或者说不弱的输出啊，都是 OK 的啊。队友这边局部的一个3打3，那打出事儿来了。这里面有大招，有闪现，这局杀着就杀10个了啊！下一把就匹配他人机给他，确实啊，这调侃还是得说一说的啊，不能说调侃就不让说了，不太行这样子。闪现躲这个 Q， 完了应该活不了，哎，还是被烫死了啊！队友这边啊，把兵线带进来，直接推塔
那行，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